虽然现在外面的气温是-2度，可是现在有太阳，所以没有感觉到很冷，但是还是要保护耳朵，不然耳朵很冻，手也很冻。其实我自己搭过7、8次才出来的温泉。待会我们就要去爬271阶梯，现在通马的位置呢是在。Hello， 我是通马，现在收看的是通马南马后手。通马人是在位于札幌的市中心大通公园，看到我后面非常著名的地标札幌电视塔，最主要就是来参加北海道雪季。我们来看看这一次雪季有什么精彩内容吧。在影片开始前，别忘了订阅我频道。北海道雪季 ，Let's go！看到我后面的大地标 Mika， 就知道我们来到的是Tsukino。这一次2024北海道雪季国野，这里是以冰雕的作品为主哦，我们一起来去看看吧。时间是日本的晚上9点钟。我第一次来到日本的雪季，为了要拍冰雕。听说今年Tsukino的冰雕作品没有往年来的多，但是还是值得看的。后面是日本原住民阿伊努族结合传统服饰和花纹打造的作品。我们这次也会去白老阿伊努族博物馆，可以看我们接下来的影片哦。这身后排了超多人的，他们在干嘛呢？有免费的拍照活动，应该是扫 QR code 就会有你的照片。然后这旁边还有一些卡通人物小的作品，现场也有实际制作冰雕的过程可以看。最特别的是，直接把鱼、帆立贝、螃蟹冰镇在冰块里，形成了冰之水族箱，还蛮酷的。这后面超可爱的太田味伞，大家有吃过吗？每次到药妆店都会买太田味伞。后面有 Donkey， 前面呢也有一个企鹅的大冰雕哦，也是每年都会出现在这里。如果肚子饿的话，现场有买扇贝味噌汤，可以体验在冰屋里用餐的乐趣。超冷的，现在外面呢只有-9度，第一次在这么冷的温度底下活动。现在我们才活动不到20分钟，手、耳朵已经开始冻僵，明天要开始准备戴帽子，不然受不了。会场大家要准备好100块上车头钱。接驳车的9点40分到下午2点半。如果你没有搭接驳车，用走的话，大概需要15分钟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紫头木会场，这里非常的大，基本上这边原本是一个体育馆。雪季有3个地方，一个是大通的博野，再来就是紫头木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睽违了4年，又重新在这个地方看一下。小朋友在拍照，好多雪人，好可爱。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要玩橡皮胎滑雪道。那天我看新闻，有人为了滑一次，排了2个小时才排到。但目前的时间是10点，9点40分活动才开始，希望不要太多人，对吧？现场来了好多幼稚园的小朋友，每个人都全副武装，很有秩序的在排队。基本上每个人要拿一个圈圈，我们要爬到上面去。上面应该不太能够拍摄，因为我看大家都抓得蛮紧，塞车了，小朋友拿不动，所以工作人员要帮忙。那我们刚刚已经滑完了，溜下来非常的快，很好玩。可是排队排很久，我们排了有快40分钟，前面小朋友太多了。如果来这边的话呢，要先排这个。接下来是雪上漂流，也是很多人在排队。大人800块，小孩子600元就可以玩电动的滑雪车，后面拖着一艘橡皮艇，可以坐6到8个人绕一圈。身后看到这些雪雕都是高中学校的作品。
现在我们来到会馆里面，这室内有一些休息的地方，然后有卖吃的，还有小孩子玩的那种气球式的溜滑梯都在这边，里面还有一些扭蛋机可以玩。那待会呢，我们12点就要搭接驳车回我们的龙町车站，我们要前往下一个展区，今天的最大重头戏——大通公园。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一丁目，一丁目的后面呢就有很多木造的房子，里面有卖一些吃的，还有俄罗斯娃娃等一些纪念品，所以来到大通公园可以先从一丁目开始逛起。一丁目这后面也有玩冰壶的活动，不过这个呢是要另外付费。基本上呢，把冰壶往前推，前面会有一个范围，然后看你推到的是哪一条界限，好像有东西可以拿。是首先登场的第一个作品，如果你有玩游戏就会知道，是 Idol Master 灰姑娘超级偶像，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哦，有非常多的系列可以玩，甚至还出了男偶像团体。你有玩过的话呢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。食品跟游戏公司一起合作，非常会做行销活动，每个商品呢都有每个代表的人物，很厉害。身后的这个作品呢，就是札幌艺术节展示最主要的场域。在晚上的时候，里面会有不同的灯光效果。太阳下山之后，大概5点呢，可以再回来这边看一下。安丁目这里都是企业合作的一些冰雕，里面有非常多的卡通人物，大家去找找看。来到4丁目可以看到手机游戏《未来档案》的主角，旁边开始也有很多的摊贩。如果你要买东西吃的话，这后面也有让你吃东西的地方，垃圾就丢这边就可以了，很贴心，不用站在外面吃。我刚有看到北海道玉米浓汤，还蛮有兴趣的。开始准备下雪了，刚才除了有蟹肉棒，还有牛肉串跟鸡肉卷，很多小吃都可以吃。现在的时间快要2点钟，我们现在人还在4丁目。4丁目的作品是跟日本的原住民阿伊努族共同制作民族融合的概念。北海道 JRA 日高玉成牧场是日本最大规模的赛马训练中心。5丁目可以看到奔驰向前的赛马英姿作品，有很多小雪人可以拿枯掉的树叶、枯树枝去做装饰，还蛮可爱的。走到了5丁目，看到一个纪念塔，旁边有厕所，如果想上厕所的话，可以来5丁目这边。在北海道很有名的时盛四叶草，现场有卖热牛奶、热巧克力和冰淇淋，也是相当受欢迎。6丁目这边的作品以几何图形为主，不会像前面呢，可能看得出来一目了然是公仔啊，或是卡通人物，比较现代化冰雕作品。如果你要买官方周边商品，在6丁目这边有一间店可以买。身后看到德国国旗了吗？这是德国新天鹅堡的作品。现在雪超大的，大家看到我身上雪花，真的是雪一片片的飞。接下来最后看到这个是旧的札幌车站，这里晚上会有点灯跟投影。现在因为雪实在太大了，超冷的，然后晚上看能不能再出来帮大家拍一下。如果你要来雪季，通常都是在2月的第1个礼拜，只为期1个礼拜的时间，会有3个会场，大家可以把握时间来看看哦。我是托马，我们就下个城市见了，拜拜。现在已经是晚上的9点钟，我们又回来到了札幌旧车站的现场。可是它没有特别的写到底什么时候会有灯光秀。如果大家想看灯光秀的话，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，人家已经拍完整的影片。我目前在这边等了20分钟，还是没有看到。下大雪要过马路都是这种脏的雪，看超脏超脏的，走路的时候都要看地上，不然都会湿湿的、滑滑的，有点难走。